观众朋友们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方华。中共四中全会还没开，北京已经被三股力量同时掐住喉咙。外有川普挥刀，11月1号起，所有中国商品加征100%关税。他还补一句，或更早，看北京怎么跪。内有胡锦涛之子胡海峰动手清理太和智库，直接断了一带一路的情报与资金后门。再看万科，现任董事长辛杰闪辞，房企样板瞬间崩塌。金融、情报、权力三线交错，像是有人在四中前夜提前点燃了导火线。现在问题来了，这一连串爆点真的是救经济，还是中共内部的一场生死清盘？就在中共宣布要对全球稀土出口设限后，美国那边火速还击。美国总统川普一句话直接炸翻全球市场，从11月1号起，所有来自中国的商品一律加征100%关税。没错，不是10，不是20，是100%。这句话最早出现在川普自家的真相社群上，白宫随后也确认，美国贸易代表署立刻跟进。范围多大？几乎全覆盖钢铁、晶片、电动车、稀土、AI 伺服器，甚至新能源电池，全都在清单里。川普的原话是这样的：从11月1号开始，或更早，我们给了中国太多时间，他们却选择对抗。不过别忘了这句小括号或更早，这就代表他留了一手。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很快在 CNBC 上补了一句，关税会不会真的在11月1号落地，要看北京愿不愿意撤回出口管制。简单说，这是一场高压测试，还不是正式宣战。白宫现在的策略是边放话边观察，看中共要不要先低头。结果就在大家还在算成本看行情的时候，川普又发了一条新贴文，语气突然变软，不要担心中国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习主席只是心情不好，美国想帮助中国，不是要伤害中国。这一句立刻登上外媒头条，熟悉川普的人都懂，这是他最擅长的左右互搏术。一边举刀一边微笑，该吓你的时候吓你，该给台阶的时候也不忘留一个。市场立刻给出反应，华尔街三大股指急跌，道琼一度跌超400点，伦敦金价飙升，人民币离岸汇率又破 7.4。北京方面的反应异常低调，中共外交部一句反对单边主义就带过，人民日报也只写了8个字，外部环境复杂严峻。说到底，这次的100%关税风暴更像是川普抛出的一张压力试纸，看北京能不能顶住，看习近平会不会让步。从贸易角度看，这是对中国的经济震撼弹；从政治角度看呢，更像是对习近平的权力测压。明知道经济快撑不住了，他还选择硬扛，这意味着中共四中全会之前，习近平已经没有退路了。北京方面，李强在10月14号紧急召开了一场经济形势专家与企业家座谈会，按官方的说法，是希望专家学者发挥专业优势，为做好经济工作和推动“15+5”发展积极建言献策。但在这场声势浩大的会议背后，经济政策的可操作空间其实非常有限。面对即将到来的关税冲击、外资撤离、内需不振，李强能做的只是些表面功夫，开会喊话，强调信心。然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中共高层真正关心的其实并不是经济能否回暖，而是四中全会上权力的天平究竟会倒向谁。10月10号，中共国务院新闻办举行了一场主题为高质量完成“14+5”规划的新闻发布会。原本这一类场合属于例行公事，但是这一次呢，一个人的发言意外成了全场的焦点。中共元老胡锦涛之子，民政部副部长胡海峰，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高调宣布，民政部近年来整顿了7.5万家僵尸型社会组织，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超过8000个，并特别强调要推动形成清朗有序的社会组织生态。
这句话的剑锋直指刚刚于9月被北京市民政局取缔的太和智库。这家智库来头极大，创办人正是曾任中共国安部副部长、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、中央610办副主任的高以晨。这位秘密警察系统的重量级人物，退休后并没有归隐山林，而是转身创办了一家貌似民间的智库，深度绑定习近平写入党章的个人政治资产“一带一路”战略，成为其对外情报渗透与政治游说的黑手套。太和智库从2013年成立以来，与“一带一路”国际智库合作委员会、中国人民外交学会、布鲁金斯学会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近100家中外机构合作，频繁举办能源论坛、文明论坛，甚至在沿线国家设立分支。表面上看是在为“一带一路”摇旗呐喊、涂脂抹粉，但实际上，他就是利用学术交流的幌子，在“一带一路”的沿线国家为习近平的扩张战略进行情报收集、人脉渗透和政治游说。它就好比不是一个预测台风路径的气象站，而是那艘在台风中心为主力舰队探测水文标记暗礁的间谍船。时评人江峰在自媒体节目中披露，太和智库还是习氏家族的提款机。他与上市公司完美世界那笔高达28亿的股份转让，就一直被质疑是通过华融在进行复杂的洗钱操作。说白了，太和智库根本就不是智库，它是习近平的个人情报机构，它是外交政策的黑箱作业团队，更是他家族利益的输送管道。这些信息我们无法从中共官方渠道得到证实，但如今这家与习派高度绑定的智库被胡海峰主管的民政部公开取缔，创办人高以晨被查，时机选在中共4中全会前夕，意味深长。从外部看，这是一场依法整治非法组织的官样文章，但从中南海的权力镜头里看，这是胡锦涛派系对习近平核心利益网络的一记重拳，指导情报体系与资金流后门的心脏。中共4中全会临近，房地产这条经济脉门忽然抽搐了一下，还不是小抽。10月14号，陆媒传出万科前总裁 CEO 祝九胜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。这条稿子最先由第一财经放出，随后很快被删，但路透社等海外媒体已经转述确认消息来源，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，细节未披露。祝九胜2012年加入万科，2018年出任 CEO， 今年1月已因身体原因请辞，淡出公众视野。到了今天，这枚定时器还是爆了。3天前，现任万科集团董事长辛杰这边也不平静，先是网传9月中旬在深圳某会场被带走，失联20多天。10月13号，万科对外公告，辛杰辞任董事长与一切职务，董事会火速推举深铁集团总经理黄立平接棒。官方话术是个人原因，但市场一眼看出不寻常。这位深铁派驻的救火队长上任未满1年就走人，节奏太快。路透、华尔街日报与南华早报等都跟进了人事更替与股价波动，指向同一个结论：万科的国资托底期进入2次演化。两件事放一起，脉络就清楚了。祝九胜的履历是典型银行地产双栈桥，早年任职建设银行深圳分行，2012年入职万科后，主抓资金融资与资金池调度，是万科的大管家。如今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，外界自然会往旧账与资金链条去对照，尤其是近2年地产债务暴雷带来的全行业穿透式排查。路透的背景稿也提到，祝是在公司深陷亏损，传出可能政府主导重组预期的氛围里辞职的。辛杰的线索则连到深圳国资。深圳地铁自年初以来多次向万科输血，市场统计有连番股东借款，利率低于贷款市场报价率的支持安排。但就算如此，万科上半年仍然巨亏，流动性压力未解。南华早报与路透都提到换帅以强化国资接管与风险控制。这里有一条更敏感的金融链条，
祝久胜于1993年至2012年在践行深圳分行时，曾经是王岐山的秘书田惠宇的手下。田惠宇曾于2007年7月至2011年3月任行深圳市分行行长。2024年2月，田惠宇遭重判，田案的定性里有靠金融、吃金融、全资勾连等措辞。祝从银行过当万科，坐上资金决策中枢，难免被拿放大镜审视，就人脉、就专案、就资管。当局如果要回溯式问责，祝是绕不开的一颗枢纽。这也是为什么祝一出事，市场立刻去看万科的境内外债券价格、股价波动与国资续命输血的可持续性。而新杰这条线，坊间还补了2个爆点。第一个，有人翻出他8年前与时任广东省省长马兴瑞的合照。马兴瑞今年7月从封疆大吏、新疆省委书记未届满就被调职北京，并传出他深陷军工系贪腐以及家属遭调查的漩涡中。新杰被抓，如果在调查中牵扯到马兴瑞，那马兴瑞的政治生涯即将结束。第二个，新杰的旧闻提到他曾与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有合资牵连，他被怀疑是习近平姐夫的白手套。新杰的案子无论指向习近平的姐夫，还是指向习近平夫人彭丽媛的山东帮重要成员马兴瑞，都是对习近平的重要打击。把镜头再拉远一点，政策线10月14号，李强召开经济形势专家与企业家座谈会，强调跨年度政策衔接、扩内需、稳外资、加快科技成果转化，这是稳预期话术包的标记。但在当前关税战、资金外流、房企去杠杆的多重挤压下，政策传导能否真正落地，市场比谁都清楚。权力线，中共4中全会前，一边是胡海峰主政的民政系统高调宣示打掉8000余个非法社会组织，矛头直指与“一带一路”深度绑定的泰和智库。另一边是万科这个房地产风向标进入人事、资金、债务的3重震荡。两线在资金与组织的维度交汇，传递的不是经济讯号，而是权力讯号。谁能切断对方的资金流，谁能拿下对方的白手套，谁就在4中全会前的牌桌上更有话语权。一句话总结这一段，祝久胜是金融链条的开口，新杰是国资接管的开口。2个开口同时扯动万科这一张系统性风险网。对北京来说，处置万科不仅是保稳楼市的技术题，更是中共4中全会前派系较力的政治题。那么这一轮的清理查案与金融地震，到底是维稳经济，还是为权力洗牌？您怎么看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。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